简直和树上的害虫一样，怎么都出不进呢。不过我们的格蕾修可是越来越可靠啦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点儿也不可靠吗？你也没必要为了我就把自己累着嘛。当然，我很感动哦。真不知道浮华姐姐之前是怎么忍受你的。交给我吧。星光凝聚。接招！来吧！站稳了。我回来了，格蕾修。浮华姐姐，你没事就好。虽然花了些时间，但我们来的刚刚好呢。多谢了。诶，这位白色头发的姐姐是……真要说起年龄，恐怕我才要喊你一声姐姐。总之，初次见面，叫我米斯特林就好。真是令人感慨的重逢啊！你说对吗，米斯特林·沙尼亚特小姐？谢谢你愿意如此称呼我，比塔。我还以为不久前发生的事已经被你彻底遗忘了呢。这怎么会？你毕竟也为我留下了一番足够难忘的遗言嘛。不过，以你现在的状况来看，它似乎有些渲染过度。可我当时的确做好了赴死的决议啊。只是，谁又能预料到如今的结果呢？全知全能如那时的你，不也同样没能做到？我倒是觉得，我想做的事情其实都做成了呀。那可真是要恭喜一声呢。我就没有那么高明，凡事只能用自己作为引导的标靶。所以，这就是刚才我们脱困的原理吗，米斯特林？作为那片迷雾的过客，你借助额外的感官，将理形之种嵌入精灵之路，构造弱点，然后再利用我的攻击，开辟出崭新的通路。你分析的不错，那是一种类似催化剂的手法。不久之前，我舍弃了自身的现实存在，潜入一股由定向爆破产生的能量洪流，一路行进，只为抵达梭的所在。然而，或许是他察觉到了我，在我即将抵达源头之时，承载能量洪流的通道突然发生了溃决，真可惜啊！明明就差一点了。要是我那时有一身救生衣或者迷彩服，说不定大家此刻就不用为如何对抗梭而发愁了。不过，也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，我感受到了一个存在。它如鱼一般穿梭在一道道能量洪流之中，像是在借此追逐着什么。出于本能，我在它游经我身边的瞬间伸出了手，而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我成功搭上了便车的便车，从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成为浮华的帮手。看起来你对此相当得意啊。不过，一个说自己舍弃了现实存在的人，为什么还能保持人形？这可比我厉害多了。那的确称得上是因祸得福，因为那道能量洪流烧毁了我与圣痕空间的联系，所以就算失去实体，我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只能返回圣痕空间。如今我不仅能以类似数据生命这样的中间形式活跃在实数世界，甚至能够像现在这样离开地球，来到太阳系的遥远边陲。而这也意味着，曾经横亘在理性与死亡之间的壁垒，对我来说，终于彻底消失了。这样看，
现在的你几乎就是个稍有特殊能力的普通人，和那个被当作展品的墨什么的也差不多嘛。我喜欢这个界定，真的。丽塔，在过去的那段遗言里，我好像只和你说了姓，还没有提起过名的由来吧？那是因为故人赠予我的名字，在某些神话里，它代表了生命，但在另一些神话里，它又和死亡息息相关。对过去的我而言，它是个相当贴切的名字，尽管是在剥夺生命、赠予死亡的意义上，但好在，因为我如今的选择，它的意义不再依附于他人，而是寓于我自己。你说，这又怎能不让人高兴呢？你还真是个怪人。或许吧。他们之间的气氛好像有点不妙哎，你们说我要不要？我的忘了，我现在还是一颗糖果呢。没关系，维塔姐姐，我可以自己起来。对不起啦，都怪我，是我们不应该挤在一起。抱歉，我没看好大家。没关系，这不是什么大事。你们有没有受伤？浮华姐，我们只是摔了一跤而已，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权限转移。刚好所有人都在这里，不如我们现在就看。等等，小旅行，怎么了，丽塔姐？我只是突然觉得，在或许会成为最终决战的战斗开始前，大家要不要先稍事休息？我是没有累啦，毕竟也没出什么力。但作为战斗员的浮华和格蕾修，似乎都已经连续作战很长一段时间喽。你为什么突然想拖延时间？就是突然想到，大家应该把自己调整到完全状态，再去挑战这个世界的禁止事项嘛。放心，只要我们不频繁给创世神上眼药，做那些被写在了黑名单上的事，他的反应就比乌龟还慢呢。不过事先说明，我也不知道他的黑名单究竟是怎么写的，万一在挑战神的权威之前自顾自的原地休息也被列在上面，那我的提议就真的要给大家帮到忙了。那么大家就休息30分钟如何？刚好我也有一些必须准备的事呢。30分钟？是你们那里的时间，还是弗洛斯的时间？弗洛斯的时间就好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大家就在舷窗破裂的剑桥集合吧，那里视野开阔，能更好地观察洪水的情况。另外，如果休息时间里有什么需要，大家随时都可以找我，我不会走远。既然这样，格蕾修姐姐可以把维塔姐姐附身的那块糖果给我吗？我和小光想单独和维塔姐姐说些话。好呀，你们不如去我的房间聊吧。这样真的合适吗？我的房间很安静，最适合谈话。而且维塔也已经去过不知道多少回了，不是吗？这个那就谢谢格蕾修姐姐啦。所以维塔姐，你愿意一起来吗？当然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可爱的家人呢？如果维塔不是故作姿态，那这或许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了。兰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
抱歉，我没能想出更好的办法，这是我的失职。不用道歉，兰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换做任何人都很难做出那种决定。所以，我想说，你其实不需要每一次都勉强自己在大家面前表现出从容的样子。焦虑也好，害怕也罢，他们都是很正常的情感。可能我这么说没有什么说服力，因为我也是类似性格的人，但我还是希望在这样的时刻，你可以多依靠我们一点。是呀，无论那之后会发生什么，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。如果你还是很难受，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吧。只要精力变得充沛，心情就会变好啊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。谢谢。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打扰他们比较好。米林斯，不对，是米斯林。算了，还是叫雨兔好了。雨兔姐姐为什么要叫雨兔呢？难道它其实是一只长着羽毛又会飞的兔子吗？笨啦，雨兔只是它的代号，就像我是巡逻员那样啊。但这样一比，不就显得红的代号特别普通了吗？你信不信我在交出权限之前，就能想出一个比雨兔酷100倍的代号？如果是红，那我不信。虽然大家刚刚说的很多事我都没有实感，但米斯特林肯定与维塔有不少过节，他和华姐姐的关系也十分微妙，而且，果然还是我睡了太久吗？总觉得错过了很多事呢。等这次事件结束，一定要找机会问问清楚。我倒不累，去看看其他人的情况好了。格蕾修，你不休息吗？华姐姐不也是吗？在无人的角落放空精神，松弛身体，这就是我的休息啊。对了，在消失的这段时间里，我见到了素，他托我向你问声好。所以，苏叔叔其实一直在注视着大家吗？我想，这也是他希望我将这声问候带给你的理由。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和命运，但你从不是孤身一人，往后亦是如此。快到约定的时间了，去剑桥吧。也不知道小陈和小光那边怎么样了。
磊修可真好啊，明明知道我是个随心所欲的人，却还是愿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。小和光，小云絮，难道你们要站着聊吗？维塔姐，这不太好吧？这是格蕾修姐姐的床，你们又不是没有躺过。而且，我怎么记得，好像是第3次还是第4次的时候，有谁说过，我能不能一直住在这里来着？好啦，坐过来吧。格蕾修才不是那种小气的人呢。维塔姐，你是不是之前就认识雨兔姐姐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你们看起来关系不太好，还提到了过去的遗言。啊，看来我们的聊天内容大家都听见了嘛。所以你们觉得我是坏人吗？当然不是，维塔姐姐绝对不是坏人。你说的对，对你们而言，我的确算不上坏人。不过，让我们来做个有趣的假设吧。如果我真的是呢？啊？如果我真的是坏人，你们还愿意喊我维塔姐姐，还愿意坐在我身边和我说话吗？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对我的信任与依赖，全都基于维塔姐姐是一个好人啊。当然，如果这点能被其他人满足，比如福华、格蕾修，甚至是那个某某亚蒂，你们也会交予同样的信任与依赖，这就是你们的美德。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信任依赖维塔姐，只因为你是维塔姐，你是我们的家人，她和维塔姐是不是好人没有一点关系。也许一切都像维塔姐说的那样，我们虽然已经离开巢穴，却还是没有长大的小鸟，最初遇到了谁就很容易成为我们打心眼里信任的对象，然后或许就忽视了那些始终都默默关心着我们的人。在过去的许多个轮回里，我都负责教育，也因此知道教导像我们这样健忘的学生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。名字、职责、规定，城市创立者和市民对我们的期望，每一次维塔姐姐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，而那些相似的抱怨、困惑，你也会一遍又一遍地聆听解答。即便是大同小异的庆典与节日，你也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特别的礼物，这不是任何一个拥有耐心的老师就能轻松做到的事，这是只有维塔姐姐才能做到的事。所以，对不起，维塔姐姐，如果我们能更成熟、更谨慎一点，事情也许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了。你们让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说这些？这是大家无论如何都想要告诉维塔姐姐的话。为了一个假设，你们也太认真了吧？关于我有多讨人喜欢，你们又有多讨人喜欢这一点，我自己当然最清楚啦。再怎么说，那也是创世神创造我们的最初目的之一嘛。只不过他现在又不喜欢自由发展的我们就是了。所以我们才要在这里挑战他呢。怎么就剩3分钟了？我们赶紧走吧，迟到可不好。等等，维塔姐，博物馆里有个平时用来堆放杂物的房间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之前疏散市民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些盒子，从上面的备注来看，他们是被小紫遗忘在那里的。大家原本打算在1个月后的庆典上送给维塔姐的礼物，虽然因为重置，大家都忘了自己这一次到底准备了什么，但维塔姐
如果有机会，你一定要记得打开哦。不错，大家都很守时，就让我们最后确认一次作战计划吧。首先，这些孩子会将他们具有的权限转交给格蕾修，由他构筑出执行作战的通道。随后，浮华将借此去往梭的面前，择机将对方击退，从而避免弗洛斯被洪水毁灭。一共2步。原理上就是这么简单。请等一下，米斯特林。且不说这个计划本身太过简略，你和维塔难道不会和我们一起去吗？当然不会。啊，真的是巧合啦。我只不过是误打误撞的从一个战场来到了另一个战场。刚才其实也提到了，出于各种因素，我此刻的身体状况可以说是毫无战斗力。这一点，碧塔小姐应该再清楚不过了。米斯特林小姐说的没错，至于我的理由，大家就更清楚了。虽然没有人清楚创世神的黑名单上具体都写着什么，但我知道他不会允许我这样的代理人忤逆他，所以只要身处弗洛斯，我就无法使用，也不敢使用我的权限，除非大家希望看到我在使用权限的下一瞬就立刻被他的伟力抹杀。不，这样不行，维塔姐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安全。无论如何，在真正见到梭之前，我们所有的作战计划都是纸上谈兵，与过去在月球上面对中岩石类似。我们对梭的了解，也几乎都建立在零星的记录以及他人的言语中。但我相信梭，也愿意相信米斯特林。所以接下来就应该由我们迈出第一步吧。是的，小黄，麻烦你们了。我觉得你们有权知道真相。维塔姐，我知道，说谎这件事对小本相来说很难很难，但你依然这么做了，因为你知道，只有不会说谎的人说的谎，才能让大家一直相信到最后。可最后之后会发生什么？你们有考虑过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很简单，转移权限，对这些城市代理人而言，无异于自杀。至少以我的理解是如此。格蕾修，还记得不久前你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看到的一切吗？在那里，你按照引导，一步步清除阻碍，最终解锁了权限的转移功能。但事实上，你并非在解锁，而是在破坏。你在破坏创世神对于城市代理人的保护机制，而那些被你清除的乐园宿卫，则是城市代理人求生意志的局限。要知道，没有谁甘愿走向死亡，因此，他们打算以谎言欺骗你们，乃至欺骗他们自己。只要达到了守护弗洛斯的目的，真相是否残酷也就不重要了。果然吗？顺带一提，大家知道创世神为什么会在圣物未启动的情况下，此刻也打算降临于弗洛斯吗？那当然是因为大家面前的7位城市代理人才是他最看重的存在了。从一开始，你们就是带着爱意与祝福降生的种子，承载了他的期望，并且终将为他带来理想的文明。而我和那些可怜的弗洛斯人呢，不过是一些素材罢了，就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一样。维塔姐姐，不要这么说，你就是你，才不是什么素材。小云旭认为这话很难听吗？但事实就是如此哦。
不论发生何种情况，甚至包括此刻，他的惩罚都不会真正落在你们头上。只要冷眼旁观一切，你们就仍能忘却痛苦，重启人生，而后继续收获幸福与快乐。我相信，你们的名字一定不在创世神的黑名单上。维塔，你为什么现在才说这些事？谁知道呢？这可能是因为，比起结束后的悔恨，我更喜欢开始前的觉悟吧。所以，告诉我，作为我的家人，在听完我说的话之后，你们依然要交出权限吗？维塔姐，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。小红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我的确不太擅长动脑子了，但这一次我有好好考虑过。这不是因为我的身份，也不是因为职责，只是因为弗洛斯是我的家，弗洛斯人是我的家人。保护家和家人根本不需要理由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对曾经的我们来说，也一样吧。浮华姐姐，格蕾修姐姐，很抱歉，我骗了你们。我讨厌说谎，但更讨厌大家露出难过的表情。如果现在是改变一些事的契机，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在我的帮助下迈向幸福的未来。而且，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，往后一定还会有许许多多个世界遭遇弗洛斯正在遭遇的灾难。到那时，就不只是暴雨和洪水了，可能还有球球撞在一起，球球突然爆炸，黑黑的大洞吞掉球球之类的，很可怕的灾难。小紫，这也是你的直觉吗？算是吧，因为之前的直觉就像雾里的闪光，但在想起过去的事情之后，那片雾就消失了。反正现在的小紫肯定比什么都想不起来的小紫聪明可靠。没错，相信我就对了。你们的理由还真是奇特。只要能为弗洛斯创造出新的明天，我们就会尽心竭力。因为，就算是我这种性格的人，也会对不断毁灭又新生的弗洛斯感到厌烦。如果要为城市的创立者为什么乐此不疲找一个理由，那或许只能是他越来越不像人了吧。我相当理解小绿的心情。我也是。虽然维塔姐总是在强调城市创立者很看重我们，但如今看来，那恰恰是一种异化的寄托，一种畸形的爱，被植入的记忆，被告知的使命，被赋予的权限，被强加的重置。即便他不会承认，但在这种干涉下，我们毫无疑问也是他所不屑一顾的素材。如果他的确对我们另眼相待，这难道不是更讽刺了吗？没错，不过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要像以前一样去做我们觉得正确的事情就好了。因为启明的前兆就是点点微光，而弗洛斯也需要有弗洛斯的骨气。不愧是小光，总能不经意地说出很帅气的话呢。老实说，因为一下子想起很多事情，我的脑袋现在还有点晕乎乎。不过，在晕乎乎的脑袋里，有一句话倒是特别清晰，那是维塔姐姐曾经对红说过的一句话：从互不相识到成为朋友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所以，我不打算思考最后之后会发生什么，我只想记住现在，记住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朋友，只在此时此刻。那么，再见了，浮华姐姐，格蕾修姐姐，不太熟的雨兔姐姐。
还有大家最喜欢的维塔姐姐。这次，就让我们成为连接起未来的彩虹吧。我知道了。原来如此，现在我倒是可以触碰到你们了。不过，礼物如果不是别人亲手赠予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他们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不用在意。权限与存在剥离，回归了每次轮回最初的状态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没人能把他们从那片迷雾中接回来了。到底有什么值得他们做到这种地步呢？果然，那片迷雾或许就类似于缩的圣痕空间，无人指引，仅靠那些孩子们自己的力量，要找到回来的路。恐怕算了，这部分就不是我们这些外人应该深究的啦。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各位，这座城市，这颗星球的命运，可以说就在我们手中。我不会退缩，更不会辜负小飞他们的决议。放心，我也会好好履行我的职责。我会为大家好好加油助威哦。所以，就听凭你们的心意去做吧。以七色的画笔斩断轮回，以涅槃的烈焰辟起未来。两位，如前所说，这可是最后的战斗啊！